太够卡了。来到与男神有约，今天的男神是马里欧。嗨，大家好，我是马里欧，不要叫男神嘛，叫男神就难看了。对啊，我就是算是一个比较晚年比较得志的老兵而已。我一直都叫老兵啊。对，从20年前我就说我是老兵啊。对啊。讲到这个，其实老实说，跟马里欧认识就是20年，从2000年出道 ，My God， 到现在。一直都是不得志的状况。对，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你还记得？就是宪哥的那个公司啊 ，ED Jackie 啊，从那个时候啊，然后我们做了一个节目，叫做什么疯狂 DJ， 不是，后来是娱乐新闻，对，娱乐新闻，然后做了3个月，还做了差不多3个月，还是2季啊，就没了，我就去别的地方，这是相当正常的。那个时候我们做节目就是这样子，你如果做久还真奇怪。那个时候 ET Jackie 也收了，对啊。那之后还是在那个宪哥上。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访谈到底有多久？如果说是分成上中下3集，那我们就侃侃而谈。如果只有1集的话，那我就避重就轻。好，对，那就避重就轻。因为那个时候我跟宪哥签了约，然后呢，我总共第一个合约是5年。但是一直因为公司那时候艺人很多，对啊，然后可能我们这边会比较忽略掉。对，就是说还可以再签个3年。我说好啊，那就签。但是还是实际上公司并没有做一个很有系统的规划去推或什么。那时候我也不好推，因为你不懂得怎么去面对镜头，也不知道该怎么表演，收放也不自如，所以就很绑手绑脚。因为师兄太多了。因为我觉得说学逗唱，其实你非常厉害，没有到非常厉害，因为我是科班出来，我是国光艺校出来。那以前呢，在学校啊晚会。都是一个人独当一面，就是我是主持人，那我要怎么样？我有我自己的系统去表演嘛。对。可是当你上了综艺节目，那就不一样了。而且我一开始是放在综艺挂，那综艺节目你要懂得综艺的语言、它的节奏、它的梗这些东西。那有时候又不太敢讲话，也不知道摄影机有没有 take 或怎么样，所以会变得傻傻的。所以很多朋友跟我讲说：“哎，马里欧，你私底下很好笑，可是你怎么上节目都有点呆啊？”就是你刚刚说你的表演是有系统。换到另外一个环境去就不对了，要么就是不足，要么就是有时候会过头。对，那就是等比如说我都跟师兄一块搭嘛，那我在想说，我这个话讲出去会不会先抢了你的梗，破了你的梗，就变得不敢讲话。所以后来制作单位他们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口上，我花钱请你当来宾，那我要得到我应该有的效果。可是你1次、2次、3次表现的不好，我就不想发你了。对，所以后来那一阵子，但是我自己也很有心，也有自知之明，所以我从入行2000年入行，我打工一直打到2015年，15年，就是在火锅、婚纱、烧烤，然后做过很多工作，夜店、酒吧这些，客人吐了，我还是蹲在地上，用双手不戴手套清吐的东西。客人跟我讲说：“马里欧，你没有需要这样做。”我说：“这是我的工作，因为店里只有我一个男生，只有我敢这样做，女生不敢做。用手清比较快，你用扫把扫半天，扫把也脏，对，本机也脏，你还要花很多时间。我用纸巾盖一盖，直接清，因为我觉得那是我的工作，对，我要赚钱啊，所以钱对于我来讲是非常重要，因为我曾经苦过，我知道钱的重要，是对我那时候真的没有什么信心是在演艺工作，然后我就说玩票了，所以那个时候大概演艺工作大概只有占5%、10%、95%是一般的就是打工的工作，就是我把它当成正职，演艺工作只是配角，就是小小的有给他们谈，对。那后来慢慢的比较抓到节奏了，抓到我该怎么样表演的方向了，那相对通告量就比较多了嘛，对。那慢慢的20、80、30、70、50、50，等到50、50的时候。我的经纪人跟我讲说，马里欧，其实你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做个决定，你不能再说啊，我赶快拍，什么时候收工，我还要去酒吧打工。所以那时候我跟顺哥就讲，就是录《封神无双》，顺哥就说，哎，马里欧，你是刚去探我这，
几昂？我说差不多2000块。他说2000块，其实你没有必要，你有这么缺吗？你必须要舍弃一个。当你晚上打工打到一个凌晨3、4点的时候，你第二天怎么会有好的精神？你的精气神都不足，你怎么去拍好的戏？对，所以我就必须要放下。就是当然收入会稍微少，一个月也少不过差不多就是4万多5万块，可是你换得更好的精气神去表演，就是这样。所以要有舍，才有得。对，这15年来，其实累积的也不少作品。其实没有什么作不作品，你作品如果说你今天要讲到一个作品，我不能说我的履历出来说啊，我也上过什么节目，上过什么节目，上过什么，这不行。戏剧上的表现，那戏剧上表演其实就是龙套嘛。就是龙套，所以除非说你今天拿到男配、男主，这个你算是你的作品。对，10集你可以拿到6集以上，那算是一个作品啊。你有出现，你10集里面大概只拿到1集或3集，这个都不叫作品，这就是客串，就是跑龙套。但是我觉得我只是把当下我该做的事情做好，做完演完拿钱生活，就这么简单。算是一个务实实际，就拍完戏拿钱嘛。那今天我们访谈，今天不要讲熟不熟了，那个就是一个感受，就是这是一个很正向的一个访谈节目，对于我有加分，我愿意让更多的朋友来了解，马里奥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第一部你觉得可以称之为你的作品的是哪一部？第一部啊，你觉得你自己认为的第一部？我自己认为。哇，这个好难哦。看跟我想的不一样。麻醉风暴 ，Yeah， 麻醉风暴这个角色基本上呢，他的占的戏份不多，但他是一个 key man。那在还没有破梗之前，观众会认为哇，我是一个孝子啊，为什么？是实际上我是一个坏蛋。对，那个戏其实让很多导演对我另眼旁观。那。我很谢谢导演，他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才找到我，而且是我们都没有合作过。那我们是在热炒店，他也去吃热炒，我也去吃热炒。然后呢，我就在路边打电话，可能约朋友干嘛。然后他要找的就是我要找一个很平凡的人，我要一个也许就是很平凡的人，但是他能够体验出生活的甘苦，他的辛苦，小人物的那个样子。他说就是马里奥，然后就直接就也没有去什么特别事情，所以就说 OK， 就马里奥，你来跟我聊一聊，我就知道了。你演得过瘾吗？很舒服，因为跟吴康仁嘛，那吴康仁那种 pro 的，那当然演起来舒服啊。那我们当然我也不会说去怕说，哎呦那个厉害的演员，你其实不应该怕的。对，我不想输人家了。对，就算要输，也要输得很漂亮了。你的表演是90分，我不能说啊，我70几输你太多，我至少输你个10分以内，我马胜你啊！就是我是一个 nobody，我算是3线以下的角色了。那但是我觉得我跟你演起戏来，你心里我不知道你心里给我打几分，可是你心里也许你去想说，哎呦，这个人蛮厉害的。对，那我就 OK 了，就值了。对，然后只要导演那边咔 OK， 很好，这个比我想象中好。来，我们换下一个，换镜头。你只要导演能够认可，就 OK。可是反观《麻醉风暴》现在大概已经5年了。反观现在我再回去，偶尔会看一下以前的作品，也许是10年前的东西，我也会有别的注解跟评断。我觉得我这个地方不应该这样演，因为我们最近又看了很多韩剧或者是大陆的表演，我们会知道说，那个时候太用力了，其实演戏不用那么用力的。你的表演方式是属于所谓的学院派的吗？还是没有自然派的？自然派的。对，因为那你为什么觉得太用力的点是？第一个，以前芳芳老师他说，马里奥，我不知道你在急什么，你的情绪都没有做足，因为那时候就是碰到一些大咖，说真的，你还是会紧张嘛。他们那个演戏都酝酿了很久才会讲。他说你要消化台词啊，你要了解你为什么要讲这句话。你问我 A， 我不能回答你 B。你要消化完之后才能讲这个话，你要知道这句台词的因果由来。对，那以前都急嘛，赶快把台词讲完没外代志啊。后来我就觉得这个表演基本上你也可以过关，也许导演的他的 level 是70分，过70分就可以过关啊，你70分 OK pass。
但是其实马里奥你可以做到85分的，对，那所以后来看了一些老演员啊，大陆的知名演员剧，有时候我们现在会发现说啊，有一些演员啊，这个太匠气。刚刚你说到演戏用不用力的问题，好，那以前我觉得你是真的蛮用力的，对，就是用力舞台剧，对，学校教的是舞台剧，其实用表演就可以做主，不像说8点档，你要偷看人家，奇怪，姐夫那底家，我给你看哪一个中场，不用讲，其实你看一下，下一个镜头，主视觉拍你在干嘛，我就知道我在跟踪你了嘛。用力的话就变成油或者是匠气，是难过也不一定要哭啊。他们有枪，我们有笔，我们好好的写他一回，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新闻魂，以及我们不是省油的灯。政治多么黑暗，你不晓得，我在救你啊！我叫你不准写，就是不准写，就这么简单。如果你不高兴，你可以随时打包走人，你可以去别家报社，你看他们让不让你报。最近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国际桥牌社。国际桥牌社，对，每个人都跟我讲说，马哥你演的真好，哇，那个活生生就是那个报社的主管。我说，其实我老实告诉你，我没有录到什么戏，我没有，我有跟导演讲，因为说真的，我不是一个，我必须要跟所有的读者或者观众朋友讲，我不是一个很认真的演员。10集剧本。当你只有占3集或2集，我当然就只看，也许就是看，因为我生活上我要去做别的事情干嘛？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因为我今年50岁，我经历过人生很多的事情，我可以把这个情绪放到这个里面，然后大概分裂出大概2、3种不同的表演，然后让导演你来选。今天我来之前，我才去试一个镜，就是公共电视的一个学生剧展这个东西，它带一点喜剧。然后呢，反正就讲人往生的这些东西。我把爸爸的这个骨灰啊，怎么样。我现场就跟导演试了2、3段不同的表演。我说导演，到时候还是由你来定夺，你要用哪一种方式？你要用完全喜的方式，还是用阴阴的、淡淡的这样子？他说 OK， 都很棒，那就由你来选。我一定是把我有把握的东西拿出来，我不会说。这个东西我没有把握，我就把它表演，我不会做这种事情。你是天生就喜欢表演吗？我国中就在演话剧，我国中就是参演少年剧展，就演舞台，就是所谓的话剧，对，就是几个帕灯打亮，然后就是开始演了。狮子座 AB 型，我喜欢表演，因为在表演的过程中呢，我可以弥补，可以掩盖我自己的自卑。你觉得你自卑的？因为我就觉得我就没引导嘛，谁也没我然后我曾经因为我的自卑让我花了很多钱去自装、买衣服、买名牌，因为虚啊，我怕人家我穿的普通，人家会说看不起我，就路人，是吧？对，然后去拍戏穿的人五人六，哇，这个怎样？后来我发现这些都是假的，但是你的钱、你的财务已经破洞了。后来是因为好不容易转了一个方式。把钱全部还清了，我现在不会再有任何负债。然后后来是建立了自己的自信。那我现在去录影、去拍戏，你说会不会自卑？还是会，但是没有那么严重。因为我自己知道，我又不是一个什么咖，但是我至少把我这个咖，我目前的角色剧本演好。有些人说气场这件事情，其实我从我第一次认识到你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气场。因为第一个你讲话大声，然后你很会表现，基本上在一个人群里面，其实你是耀眼的。但就是像你说的，你可能觉得你不爱大，所以会有一点那个，就是会丢，对，也不敢讲话。只有在人家都比你弱的情况下，才会如鱼得水。干什么东西啊？可是当今天有个大咖来了，这个我就怕在人家面前班门弄斧，对。什么玩意？这个还在那边哇？对，是这个样子。后来现在就比较不会了，不要有这么有侵略性去演什么戏，多指教，因为人家没有把段数使出来，你还不知道人家有几成的功力。如果当初没有那一支广告，麦克卡，对，你会做什么？我如果没有那支广告，我还是乖乖的在美式餐厅当经理。我为了那支广告，我被记了，有点像被训了一顿。
哎，怎么讲？那时候就反正就是玩一玩嘛，哎，多赚了嘛。啊，一个月5万块的收入，当美式餐厅的经理，然后有试镜就去试嘛。啊，反正试10次，大概不成功都有9次，然后就碰运气，没想到中了。然后呢，我就要请假了。那问题是我的位置经理其实不能随便请假嘛。然后后来就被副总就讲说，你有必要去拍这个东西吗？啊，你拍这个东西怎么样，可以赚多少钱？他能养你一辈子吗？先来跟他讲一下，对，他目前养我养了1倍，目前呐，我也没想到说这个广告会造成这么大的回响，因为他是学那个 First Gun， 对，然后呢也造成台湾一个风潮。然后也因为这个广告跟宪哥搭上线，也因为这样子开启了演艺工作。那我觉得这是老天的安排。那我离开了美式餐厅之后了，好像大概半年多吧，餐厅就倒了。所以我在想说，如果我没有离开，餐厅会不会倒？那我离开了之后，可能就是老天爷给了我另外一条路。但是你要是问我一个问题，我是没办法给你答案。马里奥，如果你现在不做演艺圈，你能做什么？我真的不知道我能做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学历也不够，表演上不上下不下，你也没有什么资格叫老师，那还能做什么？我觉得你去当个 sales， 我爸也跟我讲过，我爸说你几嘴猴绿的，你卖玉龙车都可以讲成是宾士。但是我觉得我最主要的是诚恳度，诚恳很重要。一个表演，不管是戏剧表演或者是综艺节目的表演，你带给观众的喜怒哀乐，你要发自内心的诚恳，而不是就是舌灿莲花。你以前的表演会让我觉得是说浮夸，哎，但是麻醉风暴之后，到现在的国际小拍摄，它是真的让我有触动到的一个东西。你不要捧我，不要说什么触不触动，只是我用心的去演一个戏，因为我高兴的地方是，还好我没有在综艺界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因为我没有被定型。其实我现在还是在拍正规的戏剧，跟《封神无双》拿拖鞋打人什么的。但是我发现很奇怪，就是我并没有被定为喜剧咖啦，对，我没有被定为。那也就是说，如果说今天你演喜剧，演这个就是综艺，你已经比如说到达这个门槛了，很难。你如果说你演戏，你没有超过这个位置，人家说他还一出来就马里奥，你很难去感动人。可是你的表演要超过到，他可以演这个哦。那才会成功，要不然你就还是一样，你被综艺盖掉了。你现在其实对我来讲就是这种感觉啦。那是我运气好，选到了一个适合自己的角色。刚刚我们前面才在聊，演戏基本上就跟发型一样，每个人都有一个适合自己的发型。我今天我要留长头发好帅哦，捧起来好帅，我也要留一个这个，不会好看，因为这个发型不适合你，不三不四。对，那每个人都有一个专长的戏。最适合你的国际小拍摄是刚刚好。我做过主管，我在美式餐厅做主管，我的领导同意这些讲话的话术有压迫性，OK， 刚好适合。所以而且我运气又很好，我没有跟府方高层对招，那就运气很好。如果说今天有跟别的老师或者是比较厉害的有对招，那就会分得出高下。他的戏被吃掉了，他戏被怎么样？那我刚好运气碰到一个适合我自己的。然后稳稳的，最主要角色你也不会说中到人家会说这部戏之败笔是因为那个谁他演的什么角色真惨，不会，不要做最烂的。像你这样的角色，其实让我联想到就是说，要像与恶的洪都拉斯有没有定位就是很好的一个所谓的绿叶？如果能够做红花，谁想做绿叶？韩剧、日剧、大陆的戏，他们的每一个演员的素质评分标准都是在。你要来到这个剧组，都要经过很多的审核考验，你的 level， 你的功力够不够？对，而不是说你帅，Jeff 你帅，来，我们找几个资深的来帮他捧他，我们不扛教，他们没有什么扛不扛教，每一个人出来都是牌。对啊，就是这样子。你到现在给我的感觉虽然说是有点自嘲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是谦虚啦。再怎么样会演，你没有戏演，就是虚。人家再怎么不会演。不好意思，人家就比你红所以这个要认知。所以我在去年呢拍了1整年的履历报道 TVBS 的这个表演，我就开始我不乱花钱省钱，因为我要准备要度下一个寒冬，要未雨绸缪。我们有一档没一档，那就珍惜了每一档
说你有这档，哎，有中了，鸡犬升天了。加上你现在也有更大的责任，因为结婚了，有孩子，有老婆了。以前是一人保全家保，哎，买名表啊，干嘛干嘛。现在不会了，现在再让我回到6年前，我不会再花50万买一只手表，神经病啊！50万也是24小时一天，8000块也是24小时一天。为什么当初会这么自卑啊？就是一个自卑。哦，听人看我无啦，炸一支哦50万呢，看到无我马上往你炸一支。其实没有必要这个样子，真的。对，因为我们的工作，我们不是要靠外表的光鲜亮丽啊，我们是靠真功夫。可是人家知道你好不好笑，哇，你今天出来，哇，又出来，超好笑，超有梗的，这就够了，就是这样。你还觉得你的实力不够吗？我之所以会害怕、会自卑，就是因为我的取代性太高，创造自己的不可取代性，这是非常重要的。甄子丹演叶问，今天换别人来演，你就不是叶问了。不是，一定要甄子丹演，他才是叶问。他到底是不是叶问？他不是，他只是演叶问。我们能够演一个，就说啊，演这个角色，哎呀，这个找借其实不对，应该找马里会更好。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个东西，你的不可取代性，那就算是小小的成功。那你觉得你有做到吗？没有。现在圈内，你只要不是1、2线的，谁都可以取代你。你不想演，谢谢，下一个。太多人了，这就是演艺圈的现实，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很珍惜。所以现在因为疫情或者怎么样，有戏演是幸福的啊，就是珍惜啊。那至于之后会不会红，会不会怎么样，也不会去想说是要不要得奖啊。哇，去年拍了《大爱》，国际小拍摄，哇，要是能够入围，不要讲这个了。就算你得了奖，你就是最厉害的嘛 ？No，5个人入围 ，A、B、C、D、E 入围。A 就是 A 得奖了 ，A 是最厉害的吗？不一定。A 如果来演 B，B 来演 C，C 来演 D，D 来演 E，E 来演 A 的戏的剧本换一次，再看看谁是最厉害的。因为你刚好天时地利人和，你碰到一个好的剧本、好的摄影、好的剪接，把你捧起来，塑造成哇，你很会演。我让你演个别的，你试试看。所以跟医生一样嘛，小儿科就看小儿，骨科就看骨科，脑科就看脑科，没有是全能的，除非有人精心去帮你设计这个剧本。小丑这个电影，这个剧本是特别为了他打造成这个角色给他演，全部只有他是一个主角，其他陪衬。但是我们的眼光永远都在他身上，能够做到这样就成功了。好，那最后一个问题，我想在你的这个下次至少再发3次，因为这故事太长。如果有一个角色是为你量身定做，你会希望这个角色是什么样的角色？哇，这个角色对于我来讲，我曾经想要演过有个电影叫《美国新玫瑰情》，演一个同性恋。因为现在这个议题，同性之间的这个议题，其实是比较热的议题，当然也是因为比较小众，它不是社会的主要族群。这个是有点想要去尝试，没有演过同志的角色，我没有演过同志，我只有在喜剧里面演个但是实际上这个是可以去尝试一下，演一些我平常不太可能会去接触的东西。我有很多的同志朋友，他们都非常出色，所以也因为我之前在酒吧打工，形形色色的人很多，所以我很会观察有些什么样的动作，什么样的动作。其实真正厉害的演法，他不是说真的啊，不用这样。其实我不讲出来，不点破，你根本不知道我是对，所以这个角色可能是我比较，如果有这种角色，可以去试试看。寄生上流，哇，我常常会幻想，如果说这个角色我来演，怎么演？好，如果这个同志你来演，那你的对手，你希望是我的偶像金士杰老师，樊光耀老师，哈，Pro，OK， 希望这个愿望可以很快达成。希望啦，这是当然，人家是对，希望让梦境更美。谢谢马里欧。以后这个时间要拉长，对啊，把上面2个人的时间全部给我，然后我们做一个大的上中下。